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画面啊，是影片的开头，可是其实是影片的结尾，因为我们已经拍完了。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叫做德洛钦贝达，是在关丹的一个海边。我跟你讲，这个东西超好吃啊，而且超便宜，12条这个东西啊，才5块钱。这样讲起来好像今天是要讲一集美食节目啊，其实不是美食节目，今天我们是要来讲车啊。那今天要讲什么车呢？来自 Proton 的全新 All New X50。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 我是 Jasmine 小茉莉。我们的这个频道啊，最近拍了一些开车带大家去走透透的这种系列型影片啊。之前就有带大家去槟城啊，也是吃喝玩乐的啊，总之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要去玩啊。OK， 马来西亚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去过了，然后有一个地方哦，是我们很少去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去关丹，我没有去过，我从小到大32年没有去过。这样不是暴露了年龄了？了解。我在18岁的时候，我去过关丹，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去 PLKN， 距离现在也是差不多要20年了，很久没有去关丹了，所以我们这一趟就要去关丹找好玩的，找好吃的，同时我们要来体验这一台车，这一台就是 All New Proton X50。这个 Proton X50 我们之前有拍过它的很多细节了啦 ，Exterior、Interior， 包括我们在 Proton 的测试场地已经试过这辆车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从来没有拍过，就是这台车的试驾体验，而且这一次是一个长途试驾体验哦。非常感谢 Proton Malaysia 把这辆车借给我们，让我们从瓜拉鲁波开到关丹去。我们现在要去吃东西先，那吃东西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在关丹的灵敏。我是没有去过啦，可是我看到那里有那个我喜欢吃的豆花。然后刚才我们一路从 Proton 的 HQ 从那里来到现在已经走了200公里左右了，我们已经开了200公里左右的 Proton X50 了。刚才我们是从公棒那条路来的，一路上啊，那个路是转左转右，转左转右，而且是很多 high speed corner。讲真的，这台车因为它不是其他的一些中国品牌，他们直接把中国的 suspension ride and handling 调教搬到马来西亚来用。这台 Proton 的 X50 虽然它在中国是有同款的车型，但是马来西亚的 Proton 团队有为这辆车的 ride and handling 重新调教，所以这辆车驾起来哦，它的 ride and handling 真的是 Proton 厉害的一个地方。你不会很辛苦，不会晕车。虽然它是一辆 SUV， 你不会 body roll 很严重，没有。即使是一些 high speed corner 驾起来感受还是很好的。当然，我是一个驾车的嘛，坐车的呢，你感觉怎样？我感觉很好啊，坐了差不多2个小时多的车，完全没有晕，没有不舒服。这辆 Proton X50还有一点我们喜欢的就是它的中控大荧幕啊，这个荧幕真的是超级无敌巨大，我没有记错是15寸左右。然后它是有 wireless 的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像我自己是用 Apple 的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用无线的方式启动 Apple CarPlay， 把整个 Waze 啊投屏上去，放在这个大荧幕上面看。你的阿公如果老花眼很够力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你们有试过用手机看 Waze 吗？我不喜欢的是我们在用手机看 Waze 的时候，我们要全神贯注，注意那个 Waze 的很多小细节。当它把那个荧幕变成15寸左右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非常轻松，它不会影响到我的驾驶体验。就算你一边听歌一边看 Waze， 它的荧幕还是超大，完全不影响你的视线。因为是 CarPlay 嘛，所以是联动你平时用的一些听歌的软件，所以你平时听的歌单是什么歌什么之类的，你上车连接就是播你的歌单了。Very good， 我很喜欢。然后当然这辆车它有很多改动的地方，是旧款跟新款升级的地方，就是换挡的地方啊。以前是在中间嘛 ，Center Console， 现在 Center Console 变成很整齐，没有什么按钮了，变成在这个 Wiper 的位置，那是不是在脑补了？万一我现在开车开100、110，然后我去推到一个要向左转的一个行车的位置，当然日系车是向左转啊，就是往上推，是reverse的人压上去直接爆掉，完蛋了！来，你来讲一下你的亲身经历。亲身经历尝试的啊，就是如果你在驾着车、开着车、打着底嘛，
然后你不小心真的是忘了，以为那个是 signal 去推到它的话哦，不要担心，它会直接去到空档，它会去到 N。去到 N 的时候你也不会吓到，它只是让你有感觉你已经换去 N 空档，它不会有那种顿挫的感觉，然后它也不会让你感觉你的牙箱要坏了的感觉，它只是需要空档，你只需要把它推回去D，它又可以继续行驶。OK， 现在我们废话少说，我们就要先去找个东西吃，吃完了过后，我们再来详细体验这台车。Let's go！ 终于到了这个灵明的山水豆花，这里真的是很复古、很复古、很干崩、很干崩的那种，就是一条路哦，基本上两辆车是走不到的。Let's go！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面是手工的，现场做的。这个是山水豆花出名的。这个是灵明的豆腐花，我以为它是那种现成用完装的，可是它们全部都是包装好好，已经放在冰箱。好不好吃？好吃耶，而且还不甜。那我们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哦，而且还有那种颠簸的路，可是全程没有不舒服，没有全身痛。比较旧款的那些 SUV 啊，还是 MPV 啊，坐长途就很不舒服，因为它高嘛，然后整辆车就很颠簸、很摇，所以坐了哇很想吐。可是这个完全就不会。驾了好多个小时的车啊，肚子是够力饿。既然来到灵明了，就要吃一下灵明当地的出名的东西。可是现在其实出名的东西很多都是被炒出来的啦，到底是不是真的出名，是不是真的好吃啊？很难讲。这个面哦，我刚才有看到他们在里面是好像手工制作这样啦，至少不是那种工厂大量生产，所以可能比较有家乡味。try一下，它的酱料是偏甜一点点的，没有那个黄面的那个碱水味、鸡味，没有那个味道，完全没有。你看它肉圆，哇，那肯定是手工啊，工厂的我懂。我以前就是做那种 food industry 的嘛，工厂做的肉圆啊，不是这样子的嚼劲。OK， 我觉得还不错，没有枉费我驾了这样多个小时的车。我们先吃了，等一下再继续开 All New X50。Let's go。突然就下雨了。买了什么？看一下。老板娘介绍了蛋散，这个东西叫做蛋散，有没有灵明人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蛋散？还没有吃过啦，等一下try一下。好，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启程啦。OK， 我们现在把这个车开进这种乡间小路，其实它是一个华人新村这样的，在这里是开不快的。虽然讲开不快，可是其实真正试一台车好不好啊？不是开快，懂吗？有时候你慢慢驾，你还可以 feel 到那辆车它的换挡逻辑啊，慢速行驶的时候它的动力表现啊。开快车谁不会开？甘蔗也可以开快车的，但是你慢慢开的时候，你可以 feel 到这辆车它的引擎的这个震动是很低很少的，而且隔音也很好。在慢慢的行驶的时候，如果是一些比较老款的或者一些比较没有这样成熟技术的这个 VCT 双离合变速箱啊，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变速箱它一直在进档退档，进档退档，引起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个顿挫感，进档退档，进档退档这样。这辆 X50目前我驾到这个新村路啊，像小路慢慢这样驾，有一点爬坡，有点下坡，是不会有那种感觉。再加上这个 IGT 4缸涡轮增压引擎，它的震动真的是比以前小很多。所以整辆车它的 NVH， 你坐在里面，你整个驾驶体验、乘坐体验都是变贵了。但是这辆车它却没有变贵，它反而是加料又降价，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来的。OK， 驾了1个多小时的车，我们现在来到下一个 station 了。其实这个 station 这些不是我们安排好的，这些完全就是我们边走边查边看，然后来到的就是位于关丹的海边啊，这边叫做甘崩班代伯利洞。这个海边其实讲真的，它的沙滩很软。这个沙滩跟酒后没有得比，因为这个很干净，这个沙超干净，整个海边哦，看上去啊没有垃圾了嘞。其实呢，我们来这个海边其实什么都没有，我们是为了拍一个海龟而来，在前面。刚才全程1个小时多，一点都不累，因为我全程在睡觉。
如果一台车不舒服的话，要怎样很好睡觉，对不对？所以 Proton X50很好睡，也侧面证明了这一台车是一个很舒服、舒适的车啊。它的椅子的包覆性啊等等之类都做到非常的不错。然后刚刚我们有体验了一下，在其中一段路还下蛮大雨的，这辆车它在隔音方面啊，在这个有下雨天的雨声的隔音方面，虽然是一个 flagship 版本，车顶有这个天窗啦，可是我觉得其实从前方来的声音会比从车顶来的声音来的大声。所以大家如果担心因为有天窗而很潮的话，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啦，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身后这个就是关丹的著名地标之一，是一个很大只的海龟的一个头啦，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小海龟是在旁边这边。下一站还要去哪里？下一站我们应该就是去 check in 我们的酒店了啦，因为 Proton 它其实这一次有安排房间给我们。那如果你是关丹的朋友啊，也可以在影片下方打上来，关丹还有什么地方好玩，值得我们去走走看看，也分享给我们知道。OK， 好吃的东西也吃了，观光景点也去打卡了。你喜欢关丹吗 ？OK 啊，很 relax。如果你不太喜欢城市的话，我其实还蛮建议你来关丹的。它是比较干风油，而且还蛮 relax 的。可是现在因为不是假期嘛，所以它不会塞车，也不会多人。我不太确定，如果是假期的话，这里会不会爆满？我是觉得关丹那个地方不错啦，很 relax， 很 chill， 然后它的沙滩真的美，比我们johor和比沙路的美太多了，很干净，干净就是美。然后好吃的东西，其实我们还没有真的是去吃到很多啦。当然，因为我们不是美食节目家啦，我们不是那种专拍吃的，所以就不拍给大家看了。如果你们喜欢看的话啦，可以 comment。我们不是讲吃的专家吗？但至少我们是对讲车还蛮有经验。讲到车呢，你喜欢这辆 All New X50 吗？我觉得这个价位买这辆车合情合理，真的是没有东西好嫌弃了。我自己本身啊，我很喜欢这辆车的几个优点，这些都是我在之前的影片没有讲到的。今天这样驾了一个300-400公里过后的一个心得啦，有一个东西是完全被忽略，我觉得在整个网络上面没有看到有人提及，甚至没有人讲到的，就是它的 Adaptive Driving Mode。 很多人开车会用换 mode 的方式嘛，一下用 Eco Mode， 一下用 Normal Mode， 一下用 Sport Mode。 我要超车，我不爽那辆车，我要割它，我用 Sport Mode。 对，可是这一台车呢，它不仅有这3个一般上车上有的 mode， 它还多了一个 Adaptive Mode， 就是专门给我这种懒人去用的。这个 Adaptive Mode 它就是针对你的驾驶情况，还有你的驾驶习惯，还有路况跟速度来自动切换它的 mode。 我们最怕就是塞车嘛，在城市用塞车，车走很慢的时候就会很耗油，它会 automatic 可能切换去一个 Eco Mode。 我们不需要在塞车的时候拉大油的嘛，对不对？我们在普通 cruising 的时候慢慢加，顺加，它就会自动换去一个 Eco Mode 或者 Normal Mode， 就是让你有更好的行驶体验，同时又可以兼具到省油这一个功能。这个我觉得很智能，很好用。然后当然讲它好用，讲到智能，就要讲它的 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 跟一般的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不一样，它又更加智能，它可以更加精准的跟着前方的车，做到更加精准的自动跟车，而且速度方面还可以慢到几乎停下来的那一种慢，塞车也可以用，没有错。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在这些细节方面，我自己本身之前也没有提到过的这一点，good job， 我喜欢。接下来我们还会拍更多这样子的content啊，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还是你们比较喜欢那种严肃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说不定接下来可以带大家去全马各地很多很美的地方走走。就像我一直讲的，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车，但是却有最适合自己的车。你觉得 All New Proton X50适不适合你呢？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